亚美尼亚对俄亮剑，一夜之间斩断26年盟约，清洗亲俄高层。乌克兰风暴突袭克里米亚，克制大桥再度封锁。乌军夺回库皮扬斯克北部，俄军战线再受挫。美国放狠话，谁买俄油就加税。印度成美制裁首个目标。莫斯科拉响警报，紧急增设15套苏式防空系统。乌克兰再袭伏尔加格勒火车站，物流枢纽火光冲天。俄罗斯攻日计划首度披露，亚洲局势再添变数。震惊！服役几十天的俄核潜艇机密全被揭露，乌克兰威胁升级。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亚美尼亚这一次真的是撕破脸了。当地时间7月30日凌晨3点17分，一个注定要被写进地缘政治教科书的时间点，亚美尼亚突然宣布退出与俄罗斯签署长达26年的全部政治和军事条约，连1997年那份俄亚友好互助条约也一并撕毁。不仅如此，政府还下达通牒，48小时之内，俄军必须撤出102号军事基地，不许多留1秒。外界还没反应过来，第二波震撼直接砸下。亚美尼亚连夜通过紧急状态特别程序法修正案，76票赞成，3票反对，以几乎全票通过的方式，赋予国家安全机关无需预审，立即逮捕威胁国家主权人员的许可权。自继还未前，特级分队已经在埃里温、久姆里、瓦纳佐尔3地展开同步抓捕，一口气拿下了7名亲俄高官，不仅有前国防部长、国会议员，甚至连东正教大主教也不能幸免。车队无标识，行动无通告，一切悄无声息。前防长马尔卡良被押上车时还高喊普京不会袖手旁观，结果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被按住脖子，直接扔进车厢，彻底体会到什么叫做说话权力清零。更震撼的是，这次行动彻底绕开了传统司法程序。按照新法案规定，检方72小时内完成刑事调查，案件就能直接送交国家安全法院。果然，不到2天时间，亚美尼亚安全法院就发布了对7名嫌疑人的6个月审前羁押令，罪名非常明确：间谍罪，破坏国家独立进程。起诉书里列得明明白白，这些人多年接受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资金与指令，自2024年底以来连续进行秘密行动，频繁开会，策划推翻县政府，阻止亚美尼亚与欧盟的合作，并且还向莫斯科提供了亚美尼亚和北约联合军演的兵力部署图。光是瓦拉姆加斯帕良一个人就收了150万美元，并承诺只要俄军一出手，我们3天内摆平议会。铁证如山，没有模糊地带。这一夜，亚美尼亚明确告诉世界，凡亲俄者皆可视为外部代理人，将以叛国罪严惩。俄罗斯方面当然暴跳如雷。克里姆林宫第一时间发声明，谴责亚美尼亚制造政治迫害。外交部要求悬崖勒马，还要召回驻亚大使。国家杜马独联体事务委员会主席卡拉什尼科夫更放狠话，赶走俄军就赔违约金，农产品就别想出口，还要切断卢布结算系统。但亚美尼亚压根莫慌，央行早就把外汇储备分散成美元、欧元和黄金。政府提前在市中心布下铁丝网，装甲车和军警上街巡逻。所有亲俄组织企图发起保护俄语游行被迅速控制。帕西尼扬冷冷回应：离俄罗斯越远，离文明越近。这是对俄罗斯最强硬的正面回击，也是前苏联体系最彻底的一次政治断裂。这一刀不止刺向莫斯科，也在高加索点燃了骨牌效应。仅仅隔天，哈萨克斯坦宣布拒绝为俄军提供导弹试验场，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和土耳其签署军事协议，曾由俄主导的吉安组织正在一夜间瓦解。而亚美尼亚收获的是西方阵营罕见的集体鼓掌。美国国务院发声支持，称亚美尼亚人民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将提供额外安全与经济援助。欧盟直接加码特派团人数，还派司法改革顾问团协助亚美尼亚肃清内奸。土耳其外长甚至直接致电帕西尼扬，表态将全面深化战略合作。亚塞拜然总统阿利耶夫在巴库高调称赞亚美尼亚终于认清现实。
至于俄罗斯，尽管口头上威胁连连，却没有一个实质动作。面对全面倒向西方的亚美尼亚，普京除了愤怒，显得极其无力。这不再是小弟叛变的故事，而是一场足以震动整个后苏联空间的政治海啸。过去，亚美尼亚是莫斯科后院的乖孩子，现在他拔刀直指东家腰子。百年恩怨，一夜清算。斯拉夫兄弟情在这个凌晨3点17分轰然断裂。乌克兰再次对克里米亚出手。8月7日，乌军从敖德萨与尼古拉耶夫方向发射了多枚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目标直指俄控克里米亚境内的多个战略设施。虽然俄方声称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9枚导弹，但从克里米亚各地传出的现场画面来看，爆炸声连绵不绝，黑烟弥漫天际，显然有目标被击中。紧接着，在早上8点22分左右，连接俄本土与克里米亚的克什大桥再度宣布关闭，这是近期内的第3次交通中断，也意味着乌军打击已逼近红线。塞瓦斯托波尔市长拉兹沃扎耶夫随后证实了相关袭击消息，莫斯科方面则尚未做出进一步回应。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打击并非孤立事件。就在不久前，乌军还出动了大量无人机突袭克里米亚，俄方声称击落了19架。而从目前的节奏来看，这些无人机显然是为导弹空袭探路的前奏。自8月以来，乌军已经对克里米亚实施了至少3轮精准打击，目标涵盖俄军空军基地、雷达站、补给点等要害设施。而克什大桥作为俄方最敏感的战略通道，也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不久前，桥上曾创下35公里交通大堵塞的记录，可见其地位之关键。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另一条与之同步的地缘动态线。这一次，最早报道克里米亚被袭的，竟是白俄罗斯媒体白罗斯响社，引发外界对白俄角色的高度关注。近期，白俄罗斯与莫斯科的军事合作不断升温。白俄国防部长赫列宁刚刚与俄防长别洛乌索夫举行会谈，随后白俄罗斯宣布进入战备状态，并通过立法手段为可能的战争做准备。在与乌克兰接壤的戈梅利地区，大量装甲部队已部署完毕，官方还计划设立特种战斗旅。与此同时，俄白联合军演也将在9月启动。目前，首批俄军人员与装备已抵达演训区域。乌克兰方面则发出警告，俄军极有可能从白俄方向开辟第2战线。一旦成真，俄乌战争将彻底升级，进入更加不可控的阶段。从无人机探路到风暴阴影突袭，再到白俄方向异动，战场已不再局限于一条前线，而是在整个东欧地缘板块上全面升温。泽连斯基刚刚视察完哈尔科夫，战火便再次在这片焦土上燃起。库皮扬斯克北部战线传来最新消息，乌克兰军队成功夺回了拉德基夫卡定居点的控制权。此前，俄军曾宣布已经占领该地，但乌军总参谋部出面否认，并通过视频实拍直接证实了乌军的存在与防线部署。画面中，士兵正在紧锣密鼓地构筑工事，做好再次激战的准备。库皮扬斯克是哈尔科夫东线的核心城市，牵动整个战局。自2022年9月俄军短暂占领又被乌军夺回以来，围绕这一城市的攻防战便从未停歇。尽管俄方屡次声称很快将其收复，但始终未能如愿。如今再度丢失前沿阵地，显然意味着更多反扑正悄然酝酿。与此同时，乌克兰南部同样战况激烈。8月6日下午，乌军派出米格29战斗机，在扎波罗热前线对俄军实施精确空袭，投掷2枚 ASM 锤子炸弹，直接打击了俄军突击队的集结点。就在几个小时前，乌军还对赫尔松方向展开大规模轰炸，打击目标包括森林中的掩体与战壕，浓烟迅速覆盖了整片上空。据悉，这波攻击是对俄军日前试图炸毁赫尔松通往克拉贝尔岛唯一桥梁的直接回应。该桥不仅是重要交通节点，更关系到数万名平民的日常出行和物资流通，乌军的报复性打击毫不手软。战火拼不止于前线，克里米亚方向也传来了爆炸声。不久前，乌军袭击萨基机场的行动有了进一步证据，
最新卫星图像显示，机场内多个区域遭到精准打击，战机停放区与武器库布满弹坑和烧毁痕迹。乌方宣称，此次空袭摧毁了俄军5架战机，包括2架苏30和3架苏24。尽管俄方未做正面回应，但画面所示，战果确凿。从哈尔科夫到扎波罗热，从赫尔松再到克里米亚，乌克兰正在以多点出击的战术持续牵制俄军兵力调动，在焦灼僵持中逐步制造局部突破。战火之下，平衡随时可能被打破，而真正的决战也许已悄然逼近。美国对俄罗斯的立场愈发强硬，态度甚至从外交对抗升级到了经济威胁。最新一轮矛头直指所有进口俄石油的国家，而印度则成了首个遭殃的对象，美印关系因此迅速降温。据彭博社8月6日报道，特朗普政府突然宣布将对印度商品加征额外25%的关税，理由是印度支持俄罗斯石油出口。此前，美国多次施压印度，要求其放弃从莫斯科采购石油，遭到新德里方面的坚决拒绝。印度外长苏杰生更是罕见地公开与特朗普隔空争执，表示印度不会因外部压力改变国家能源政策。白宫甚至将俄乌战争持续的部分责任推给了印度，指责印度等国的能源交易为俄罗斯战争机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特朗普更是在公开场合放出狠话，如果各国再不停止进口俄石油，美国将进一步加征关税。他还表示，一旦国际油价再跌$10，莫斯科的战争财政将难以为继。尽管美国是否真的会全面出手还待观察，但其他能源进口大国的反应正受到全球密切关注。与此同时，欧盟也没有闲着，他们已通过第18轮对俄制裁方案，将在9月3日生效。届时，对俄罗斯原油的价格上限将从每桶$60下调至$47.6。同时，欧盟还将封锁更多俄罗斯的影子船队，这次计划新增105艘。随着多方压力加码，俄罗斯的能源收入也持续下滑。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莫斯科7月的石油收入锐减近1/3，跌至2年来的最低水平。加上乌克兰近期对俄炼油设施的密集打击，俄军的前线补给已开始受到明显影响。就在这一紧张局势之中，特朗普的俄乌特使维特科夫悄然抵达莫斯科，与普京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闭门会谈。这一举动被外界解读为对俄政策调整前的最后沟通。进入2025年，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尤其是莫斯科的空袭行动正以惊人的频率升级。为了应对来自空中的持续威胁，俄军不得不在首都周边增设大量防空系统。据 Nexta 新闻报道，俄方已沿莫斯科的中央环城公路部署了15套 Pantsir 防空系统。令人震惊的是，有消息称，这些系统竟是苏联时期的旧设备，冷战结束后就已停止运转，如今被重新启用，凸显俄军在防空部署上的紧迫与被动。虽然莫斯科官方尚未就此表态，但近几个月来，他们确实加强了首都的防御，特别是在去年胜利日前后，一些前线的防空部队甚至被紧急调回后方。面对乌克兰频繁发动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已变得越来越敏感。机场频繁关闭，航班大量取消，超过整个战争前2年的总和。乌克兰能在空袭中取得这样的战果，除了大量西方援助外，本国无人机产业的迅猛发展也功不可没。北约国家不仅持续为乌提供装备，还与其建立起一套联合培训体系。据荷兰国防大臣布雷克尔曼斯透露，已有超过5.6万名乌克兰士兵在英国接受过军事训练，部分教官正是来自荷兰。同时，乌克兰也反过来向盟友分享无人机实战经验，这种双向协作令其空袭效率大增。与此同时，乌克兰对俄罗斯边境深处的打击也在持续推进。最新一轮袭击发生在俄罗斯库巴尼河畔的斯拉维扬斯克，目标直指一个俄军炮兵旅。现场画面显示，整个基地上空浓烟滚滚，火光闪烁，远在数公里外都能看到爆炸引起的冲击波。当地居民称，至少听到6次爆炸声在河畔上空久久回荡。
乌克兰近期在俄本土的打击密度与深度都明显增加，外界开始猜测，是否意味着莫斯科、圣彼得堡甚至更深层的战略目标已被乌军正式纳入常规打击范围。今年以来，俄罗斯的多个大城市，包括叶卡捷琳堡，也接连遭到袭击，战争的火线正悄然向俄罗斯心脏地带逼近。乌克兰持续加大对俄罗斯南部关键物流和交通枢纽的打击力度，最近又一次空袭了伏尔加格勒的重要火车站。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8月7日夜间，乌克兰无人机对伏尔加格勒的苏洛维基诺火车站发动袭击，现场迅速陷入大火，铁轨和多辆列车被烈焰吞没，运输物资遭到严重毁坏。俄方官员虽然承认火灾发生，但称火势已被及时控制。美国宇航局 NASA 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苏洛维基诺火车站的火灾规模相当庞大。与此同时，俄罗斯还曾对伏尔加格勒机场实施临时飞行限制，显示出乌军袭击的强大压力。苏洛维基诺车站不仅是俄罗斯南部地区重要的货运和客运枢纽，更是俄军向南部战场输送装备和物资的关键节点。事实上，伏尔加格勒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已3度遭到乌军空袭。回顾近期攻势，7月28日前后，乌军对伏尔加格勒的10月车站及附近电力设施发起猛烈攻击，导致多列火车停运。8月4日夜间，伏尔加格勒的奥尔切达铁路线遭无人机群袭击，车站附近的油罐车甚至发生爆炸。与此同时，乌军还重点打击了罗斯托夫地区的铁路系统，2座关键后勤车站相继遭受精准空袭。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对交通枢纽的攻击与针对俄方能源设施的破坏同步进行。近日，南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阿菲普斯机油厂也遭无人机袭击，事后仍有黑烟升腾，爆炸声不时响起。该油厂距离前线约360公里，位置位于南部方向。这些针对性的行动不仅打击了俄军后勤供应，还配合西方对莫斯科实施的能源制裁，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的战略压力。俄罗斯军事分析家近日公开详述了针对日本的潜在导弹攻击方案，提出了一套多阶段饱和式的打击计划，意图彻底瘫痪日本的防御基础设施。这一消息凸显了东亚地区紧张局势的急剧升级。据国防新闻网站 Defense Blog 报道，亲克里姆林宫媒体军事纪事发表分析，俄方高度关注日本部署的国产12式岸舰导弹和美制低风 MRC Typhoon 中程导弹系统，认为这直接威胁到俄罗斯东部领土安全。分析指出，俄罗斯计划的反制行动将分为多个阶段。第一阶段目标是致盲日本的预警和防空网络，重点攻击函馆、陆坚和其父的爱国者3型 Patriot POC-3 导弹连，以及当别、金甲和高尾山的预警雷达站。据估算，摧毁每个爱国者导弹阵地需要发射25至45枚 KH-101巡航导弹或10至12枚匕首 Kinso 高超音速导弹，而每个雷达站则需约7枚 KH-101导弹才能瘫痪。接下来的第2、3阶段将集中打击日本的军力投射和工业设施，涵盖武赫和大凑2大海军基地，以及长崎、神户、下关和横滨的30重工造船厂。这些目标的被破坏将严重削弱日本及驻日美军的海上作战和维护能力。整个计划预计需要200至250枚 KH-101巡航导弹。报告还特别强调，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实战经验已锻造出一套能压倒现代导弹防御系统的饱和攻击战术。虽然未明确具体发动时间，但该分析的攻击性语气和技术细节已引发区域安全专家高度关注。令人震惊的是，正值美俄双方因核武展开堪称第2次古巴导弹危机的紧张对峙之际，乌克兰情报总局竟然公开了其截获的俄罗斯最新型战略核潜艇波扎尔斯基大功号955A型北风之神的机密内部文件。这艘潜艇刚于2025年7月24日加入北方舰队，部署过程更是由普京亲自监督。这些文件内容详尽，包括完整的船员名单、作战指令、
舰体结构图、工程报告以及美日作战计划。不仅暴露了这艘潜艇的多项技术缺陷，也揭示了整个北风之神系列潜艇存在的弱点。战略核潜艇作为美俄核三位一体体系中的顶级杀器，其技术机密级别与普京总统的个人安全级别不相上下。乌克兰此次公开的情报威胁，堪比川普派遣2艘核潜艇逼近俄罗斯海域的军事挑衅。这艘服役几十天的核潜艇机密被全面曝光，意味着俄罗斯所谓的战略部署位置极可能已被乌克兰彻底掌握。虽然乌克兰自身直接威胁战略核潜艇的能力有限，尽管蜘蛛网行动显示出一些可能性，但乌克兰发动此类攻击的可能性仍然不大。然而，作为该情报发布方的乌克兰，其背后的美国情报机构必然也掌握了这些信息。一旦冲突升级，这些核潜艇将成为首要打击目标。毕竟，战略核潜艇不过是核弹的发射平台，其自身防护能力远远不及核弹本体，暴露出巨大脆弱性，成为敌方重点锁定的对象。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